大家好，我是 Peter 汉语的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HSK 6级阅读第一部分找病句。现在我们开始实战练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问题。好，问题有4个句子，我们先来读一下。A. 有些电脑设计得很小巧，甚至可以放一个很薄的文件袋里。B. 快乐有助于长寿，有助于增加食欲，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C. 草原上的天气变幻莫测，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便乌云密布了。的重新认识农业，开拓农业新的领域，已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A 句。A 句呢，一共分2部分。前半部分我们看的时候呢，直接看到了这个双人的，双人的是状态补语的标志，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成分，主语是电脑，谓语是设计然后是双人的。那么这个句子呢，它没有宾语电脑设计的怎么样？电脑设计的很小巧前半部分的句子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半部分的句子，后半部分的句子呢，它和前半部分句子的主语是一样的，都是电脑，所以那么这个电脑这个主语就省略了电脑放是动词，也就是谓语。那么放后边一个很薄的文件袋里，这是一个地点或者说场所一个地点或者一个场所。那么这个地点它是放的宾语吗？不是如果这个地点做宾语的话呢，前边的动词一般是什么？来去到进上这样的动词有的时候可以说打扫什么打扫房间，但是其实房间已经不是一个地点了，它就是一个名词那么在这里放后边的地点不是它的宾语，那么就可能是它的什么补语是它的补语。那么补语的时候，后边是不是就应该是加上趋向补语，或者是介词短语做补语？比如说放进文件袋里，或者是放到文件袋里，或者放在文件袋里，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这里呢，它是缺一个成分缺一个补语的这个我们可以用什么趋向补语比较合适也就是说电脑可以放进一个很薄的文件袋里在这里它缺成分所以这个句子是有问题的句子。好 B， 快乐有助于一共是3个有助于，在汉语中这种呢叫排比排比。那么我们这个句子呢，注意一下什么？于介词于的用法，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们注意这些动宾搭配就可以了，提高食欲，还有提高效率，动宾搭配没有问题。B 这个句子就可以放过好 C， 草原上的天气变幻莫测，后边晴空万里，然后乌云密布。C 这个句子呢，它主要是考我们的词汇量，一共3个词都是描写天气的，而这3个词呢，变幻莫测是一个成语，晴空万里和乌云密布这2个词它不是成语，
但是我们平时在使用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它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啊。天晴的时候，我们说晴空万里；天阴了，要下雨了，我们就用乌云密布这个词。所以 C 句它主要就是考这3个词啊，看看你的词汇量够不够啊。好，然后的句，的这个句子呢，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找一下句子的主谓宾，它的主语呢比较长。这个句子的主语是重新认识农业，开拓农业新的领域，这个是一个主语啊，是动宾，2个动宾短语做句子的主语，就是这样做成为什么趋势啊？主谓宾主语是比较长的啊，而的这个句子呢，就是说你找到了主语啊，然后整个句子理解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啊，有时候句子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如果你句子的主语找错了，那么整个这个句子呢，应该说理解不了了，没办法理解了啊。好，的句除了这个找到主语以外，然后还要注意什么呢？词语搭配。这里的词语搭配，开拓什么领域啊？这是一个动宾搭配，而开拓和领域这2个词啊，还有后边的趋势这个词，那么这3个词呢，它属于6级词汇啊，6级词汇。我们之前呢，看到那些词，说什么设计啊、小巧啊、什么增加食欲呀、提高效率呀，这些词呢，都是在5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遇到了。而开拓领域和趋势这样的词，本身在我们生活中用的就已经非常少了啊。那么在这里它考的我们就是一个词汇量还有词语搭配的问题。好，有的时候呢还会考什么呢？还会考就是说词语的应用的问题。比如说它这个领域，它可能换成什么？开拓新的，换成领土。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领土和领域的区别。还有开拓啊，开拓这个词本身我们平时生活中用的就已经非常少了啊。那么再有，它还是属于就是6级词汇当中，所以这个词要注意啊。虽然说这是6级的词汇，但是呢，在6级考试当中，这些呢它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们平时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词汇的积累。对于经常出现的，也就是说那种高频词，一定要叫什么呢？滚瓜烂熟啊！考试绝对不能有那种侥幸的心理啊！这个词呢平时我们用的也不多，差不多就行了，没关系，这个绝对不可以。只要是在考试大纲出现的这些词，你必须都要会啊！因为我们6级考试呢，除了大纲词以外，还有一些超纲词，也就是说在考试大纲上没有的词。那么你连大纲里的词都不太熟，那么超纲词是不是就更没办法去掌握和理解了？那这个6级考试对你来说就是太难了，对吧？所以6级考试词汇量丰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啊，一共是4个句子，它考的就是缺成分的问题。而我们后边的 B、C、D 这3个组合，它呢主要是考我们的词汇量，还有一个就是词语搭配的问题，明白啦？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实战练习到这儿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辛苦了，再见。